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爱上了我同学的叔叔。某一天，他却问我要不要做他侄媳妇。我心里嗤笑，这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？傅北琛搂着我耳鬓厮磨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在看到手机上显示的名字后，我发了疯般纠缠他。这个绝招以前屡试不爽，今天却不怎么奏效。他笑着让我别闹，单手就将我从身上拽下来，扣在怀里。我不服气地挣扎了几下，无奈男女天生体力差距，动弹不得。他接下电话，语气平和沉稳，就像刚才的混乱是别人。我衣衫不整地靠在他怀里，有些诧异，这真的是刚才那个火热亢奋的男人啊，可真会伪装。我乖乖听着他打电话，听着电话里传来女人的声音，听着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。婚纱，你喜欢就好，傅北琛淡淡说道，好似这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我笑了，原来是要试婚纱。两个进展这么快，转眼就要订婚了，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傅北琛对我的态度，决定了我要不要继续跟他这段纠缠。我还有点事情，你先睡，不用等我。他下床穿衣服，将刚才慌乱急切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上。他要回到未婚妻身边了，这点让我非常不高兴。我委屈，但不会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撒娇哭闹。我要看看自己在他心里是什么分量。那些俗透了把戏，却变成了我对他的试探。我怀孕了，我拥着被子坐在床上，凌乱的长发披在身后，眼神也是楚楚可怜。如果他爱我，在听到这句话后，会义无反顾地留下吧。我为我的这个假设慌了神，只是片刻而已。果不其然，傅北琛看着我，深邃的目光打量着我，他在判断真假。其实他并没有那么信任我。我垂下眸子，移到床边拉住他的手，用卑微的语气祈求着，能不能别订婚？傅北琛双眼微眯，不动声色就透露出危险的气息。他甩开我的手，还带着一丝厌恶，自己处理掉，我不喜欢麻烦的女人。我垂着头，发丝滑下来遮住脸，我笑了，笑得冰冷。真是个薄情的男人啊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从一开始就猜中会是这个结局，只是不死心，非要试一试。仿佛是看到我的表情变化，傅北琛穿好衣服临走前淡淡说道，下次别跟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。我抬起头，对他咧嘴一笑。我知道此时的自己清纯中带着几分娇憨，他喜欢这样的我。他深谙人心的本事让我惊叹。他知道我在试探他，这是个无声的警告。我触犯了他的规则。曾经情到浓时，我缠着他问爱不爱我，他本该可以哄骗过去，说句我爱你多么简单的世纪谎言，3岁小孩都会。可他没有。他第一次疾言厉色地让我明白什么是不可碰触的游戏规则。对，我们之间好像只是一场游戏。人前我们是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，人后我们是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的线团。我爱他，远比他知道的要多。可是现在我不想继续再爱下去。傅北琛弯下腰，温暖的大手揉揉我的发，宠溺地说道，乖，听话，今天是真的有事情。明天带你吃你最喜欢的日料。我看着他，却怎么也看不懂他。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偌大的房间，空荡的双人床，不再奢望什么的我开始回忆我们的过去。我跟傅北琛这场孽缘啊，还要追溯到我上大学那会儿。我和他侄子是同学，一次偶尔的社会实践活动，我去了他介绍的公司，第一次见到了傅北琛。那个时候简直可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他。西装革履在他身上竟然一点都不呆板，还有那张脸，简直就是老天爷造孽。也许是见多了20几岁的青涩大男孩，也许是天生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，也许是命中注定。我对他一见钟情，我喜欢他，哪怕是想起他的名字，嘴角都会笑。这是我藏在心底的秘密，谁也不知道，包括他侄子傅子阳。在人前，我喊他叔叔。后来大学毕业，我去了傅北琛的公司应聘，我的简历只投了他一家。很成功，我面试通过了。
但是底层的菜鸟怎样才能跟高层不经意的偶遇？于是我明里暗里跟他办公室秘书套近乎，终于搞到了他的一套作息流程。我努力联系，用什么样的表情跟他相遇，琢磨着该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。终于，年会上我一鸣惊人，一曲劲歌热舞掀起了一波狂潮，当然也招来不少狂蜂浪蝶。我被灌得不轻，压根没机会去找傅北琛偶遇，终于甩开身边的人，才发现他已经走了。我一路追去地下车库，直奔他的车位。我冲过去想跟他说好喜欢他，谁知道跑得太快，傅北琛的豪车被我吐得挺扭曲。吐完了，我酒醒了大半，接着就哭了。想到会有高额的赔偿费是一个原因，最主要是我跟他之间的那点小美好，算是完蛋了。喂，刚才跳舞胆儿挺大，怎么现在还哭了？我又没让你赔。我抬头看傅北琛双手插兜站在面前，勾着唇角笑着。就是这样，他笑起来真好看，跟我梦到的一样。傅总，您记得我？我抹了一把眼泪。子阳的同学，以前不是叫叔叔，挺好的，叫傅总反而不舒服了。他拿出一块手帕，塞进了我的手里。叔叔，我愣在原地，心里有1万朵花一起开放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可是您的车，我还有别的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偶尔会送我回家，在公司也对我很关照。我那个时候很天真，以为人人都像表面那么好。我被人灌醉了，带去了酒店。迷迷糊糊中，好像见到了傅北琛，我抓着他不放，一遍一遍对他说着喜欢。第2天才知道这不是梦，我差一点就被人霍了，是傅北琛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踹门找人，才把我救出来。可从那天开始，他有意躲着我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快被逼疯了，直奔他总裁办公室抓人。他笑得意味深沉，反问道：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呢？当然喜欢了，我来这里工作就是为了你。我那个时候很勇敢，也很直率。我不喜欢小女孩，他笑着，像在哄孩子一样。明天我就穿裙装，化烟熏妆。成熟不是只有表面。我委屈的不知如何是好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大人有大人的游戏规则，你确定想要加入？他抬起我的下巴，神色认真地问道。我重重地点头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变成了大人，并且深谙之中的规则。我很乖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傅北琛一直让我跟在身旁。傅北琛订婚的消息在公司传开，我这个称呼他叔叔的人是没有理由不参加的。订婚宴很隆重，能看出他对女方有多重视。我穿着他送的小礼服，跟一群交好的同事吃吃喝喝，看着他们锦衣华服穿梭在人群中，我神色平静。原本的心痛并没有到来，我知道该结束了。我爱他可以跟在身后，但绝不可以做小三，我的家教不容许这样。之后的1周，我努力像个真正的晚辈一样，除了工作上必然的碰面，我绝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。甚至我还报考了公司内部的甄选，只为彻底远离他。我的小动作并不隐蔽，傅北琛很快就发觉了。周5，我收到他的信息：地库，下班后我等你。他永远是那样的霸道。这次我没有躲，有些话是时候说出口了。一上车，傅北琛的手刚摸到的我头发，我就开口同他提了分手。翅膀硬了，要飞了。他的表情依旧，这让我真的很挫败。纵使心里1万个清醒，可这么久的羁绊，我也会期盼着他有着哪怕一点点的眷恋。可他没有。忍住心底的酸涩，我又郑重其事地说了一遍：我们结束吧。这次傅北琛的表情终于有了点点的变化，他抚摸我的手速慢了下来，深眸一直盯着我看。半晌，他终于开口：帮我最后做一件事，我就放你走。我疑惑，侧目看他。子阳很喜欢你，你可以跟他试试。脑袋嗡的一下，我颅内爆炸了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清楚地明白，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。我想要疯狂地咆哮，最终却还是没有开口，不是因为伤心，而是彻底的无语。好好回去休息休息，我知道你最近很累。
傅北琛说着安慰我的话，手却伸向后座。那是个香奈儿的盒子，我清楚里边装的是什么。就算要去参加甄选、面试，也要好好打扮的。傅北琛是眼神从上一秒的试探，变为了此时的爱怜。或许大人和小朋友的差距，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吧。我纠结的是感情的结束和遗憾，而他只想着发掘出我的最后一丝用途。黑色的包装盒上，白色山茶花圣洁美丽。要是以前，我一定不会收。可现在，我觉得他永远欠我的。从头到尾，我付出的都是真心，而他只会定价。终于，我接过了盒子，还笑着对他道谢：“我会努力的，叔叔。”傅北琛的嘴角收了收，可笑容依旧。我迅速下了车，将自己逃离开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封闭世界。傅北琛是绝对的行动派，第二天晚上就安排了饭局。子阳，这次回来就别走了，叔叔都想你了。我跟着傅北琛的这2年，傅子阳则是赴美留学，拿了个 MBA 的学位。他跟我不同，他是真真正正的公子哥，也是傅北琛最大的对手。傅家的主要产业就是佳美，而傅北琛表面坐拥佳美的实权，实际上最大的股东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傅子阳。那份巨额的财产，一部分来源于傅子阳的父母，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傅子阳的外公外婆。按理说，傅北琛的能力远比哥哥傅东哲强很多，可是无奈傅东哲找了一个娘家实力太狠的千金做老婆，一下子就拉出了弟弟一大圈。这或许也是傅北琛坚持政治联姻的目的，他太想赢了。傅子阳笑得憨憨的，眼神却时不时地扫向我。他这点小心思，自然瞒不过傅北琛。很快，他就借口有事离开。你们2个小朋友玩吧，不许买单啊，叔叔都付完了。他亲切地笑着，就差当场给我们一人扔点压岁钱了。自从接受了要同傅北琛分开的事实后，我越来越爱看这个男人了。看他的左右逢源，看他的世故阴险，甚至看他最自负肮脏的内心。我真的佩服他，甚至于都开始后怕了。床地间睡过的女人，又能安插到侄子的面前。傅北琛的人生真的像出精彩的爽剧。可惜，我并不想捧这样的他做主角。美国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玩？我端起酒杯，自然地同傅子阳攀谈了起来。他却没接，而是叫来了服务生，又点了一杯温水。你现在不该喝酒吧？他犹犹豫豫的，脸色还有些微红。我有点疑惑。傅子阳却指着我半敞开的包包，眼神四处张望。我瞥了一眼，发现了那个微微有些明显的卫生棉。其实每个女孩兜里都会放的，可我又觉得刻意解释有点那个。看来他是误会了。但是当这个念头清醒之后，我的心大受震撼。在傅北琛那里，自始至终我都是他的玩物。可是换了一个人，我便可以是我自己了。我在心底暗笑。好啊，傅北琛，你不是想做掌控一切的王吗？那这次我们就试试看，我的翅膀硬没硬，不是你说的算的。傅北琛果然是老狐狸，说着让我们自己相处，掐着时间又跑了回来。当着我的面，他的眉眼里全是长辈的慈爱，一点也看不出任何演绎的成分。看来你们俩聊得真的很开心啊，家都不放人家回呀。他调笑着傅子阳。叔叔，其实你回来也挺好的。我的心从傅北琛出现的那刻就开始疯狂的撕扯。他怎么能？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1周前还抱着我身体痴缠，现在却能光明正大的推我到别人的怀里。而且那个人还是他的亲侄子，不然我怕自己有可能会失态。整个餐桌上唯有一个心底不藏事儿的人，那就是傅子阳了。失态什么？不就是喜欢人家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个好女孩怎么了？你再不努力，公司大把的人等着追佳佳呢。傅北琛一脸的姨母笑，笑得我头皮发麻。可傅子阳却嗅到了希望的感觉。他抬起头，面向我，郑重其事地询问道：“黄佳美同学，我很认真地问你，我可以追求你吗？”傅北琛喝着啤酒，眼神一直注视着我和傅子阳。
我看着坐在对面的男孩，眼神中全是热切和小心翼翼的渴望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很狗，可是我就是想答应。跟了傅北琛那么久，他的演技我多多少少也学到了几分。先是震惊，而后羞涩，再接着开始认真思索。我的表情或许没那么专业，但是骗过傅子阳绰绰有余。最后，我认真的点了点头，甚至为了更加应景，我还马上拿起了水杯，装作害羞的掩饰。YSE， 傅子阳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，傅北琛的表情却淡淡的，看不出多大的喜悦。或许他一早就猜出来了吧。叔叔，这顿是你请对吧？傅子阳就像只快乐的小鸟，他的情绪足以感染身边的人。只可惜，他面前的2个人都各怀鬼胎。傅北琛点点头，算是回应。他的眼神一直注视着我，就快在我的脸上戳出个窟窿来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他看起来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开心。呵，这个大人还真矫情。那佳美，我带你去个别的地方吧，我得用自己的钱跟你约会啊。傅子阳满眼的愉悦，就如同每一个初恋的大男孩一般。那是我在傅北琛深邃的眼中一辈子都看不到的清澈。我害羞地点了点头。傅北琛挽留的话还没说出口，我就被傅子阳带走了。离开了傅北琛的包围，我的演技一下子就失灵了。到了地库，傅子阳为了拉开了车门，却不急于发动。我的情绪那么明显，他也感觉出来了。佳美，你要是想反悔了，没关系的。他笑得特真诚，搞得我更不好意思了。但是你最好明天再说，这样我也可以说服自己，你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再发现不合适的。傅子阳一顿巴拉巴拉，自言自语的自我安慰，那认真搞笑的表情，把我都弄不会了。这难道是傅家人的专长吗？傅北琛也好能影响我，只不过更多的是压抑和失望。我没想反悔，就是我微微一偏头，才发现傅子阳一直在笑着看我。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怪怪的。你知道吗？美国有种鸟最喜欢盯人看了，监狱里缺警察的时候，就放一只鸟在门监处，然后有个犯人出狱后开了家汉堡店，为了宣泄愤怒，就在汉堡上印上那只鸟的图案。他的笑话越讲越冷，可我的心却暖了起来。傅子阳和傅北琛真的太不相同了，不是因为年纪，而是心境。我坚信，就算是傅北琛年少时候，也不会有这种努力哄人开心的时候。就像是他可以紧拥着我，也可以随时搂上另一个人，即使他从来不爱。傅子阳还在神采飞扬地讲着那些他自以为可爱的笑话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此时的他在我眼中似乎有光。一种神奇的想法冒了出来，他这样子的哄人应该是第一次。这些笑话你给别人讲过吗？心里想着，我嘴上就问出来了。傅子阳也愣了一下，但还是下意识地摇了摇头。是不是很烂？他似乎意识到了问题，有些尴尬地轻咳了2声。但是他不知道，就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，彻底打动了我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有些失神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回去迟了。一方面是因为和傅子阳相处得好开心，拖延了时间；另一方面，则是因为我让他送得很远。不管我和傅子阳走到哪里，我和傅北琛的关系，我绝对不想叫他知道。他太单纯了，不适合这种复杂的事情。我一进门，灯就开了。习惯了夜晚的黑暗，这明晃晃如白昼的光，瞬间就刺痛了我。我眯起眼，想要去寻找关闭的按钮。我还以为你白天才会回来呢。傅北琛的语调讪讪的，明显是不高兴了。那样你会不会更高兴？终于，我找到了开关，将灯光调节成我自己舒服的状态。从今以后，不管是光还是人，我都不想再受傅北琛的钳制了。我是让你们接触，没叫你这么快的去爬床。撕掉了滤镜后，我才发现傅北琛也就是个中年俗物。或许他的皮囊好看一点，可内里依旧早已变得世俗不堪。加之他的自负狂妄，更加只会用自己的逻辑衡量一切。我要是真爬了，你应该给我额外嘉奖啊！我表现得这么好，
你怎么不夸我呢，叔叔？我挑衅地仰着头，在叔叔那个字上刻意重了音。佳佳，你很不听话。他走到我的面前，一股压迫力随之而来。虽然心里已经清醒了，但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畏惧依旧困扰着我。但是今天，我就是莫名来了勇气。叔叔，今天的约会是你安排的，我穿得美美的赴约，哪里不听话了？叔叔，你要我同子阳恢复联系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在一起吗？叔叔，这些都是你要求的呀，你怎么都忘了呀？我睁着天真的大眼睛，继续挑衅着傅北琛的权威。可这次他没有失控，反倒是仔细打量着我。半晌，他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。好了，知道你委屈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天哪，他还能无耻到什么地步啊？那些本就逐渐浅薄的爱恋，随着傅北琛越发自私的行径，消散得更加快了。就在我想要奋力咆哮的时候，门铃忽然响了。傅北琛和我同时疑惑，他的目光扫向我，我立刻给了回应。我叫傅子阳送到新街口地铁站，然后自己坐地铁回来的，绝不可能是他。新街口在城北，我们这套公寓在城东。傅北琛点点头，走向了可视门径。几乎是同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那个铃音我很清楚，都是对于傅北琛来说极其重要的人才会统一用这个，连我都不配。其实现在看开了之后，才发现以前的单恋真的就是一场笑话。他早就明里暗里地告诉过我，我到底值个几斤几两，也就是只有我自己那么喜欢自欺欺人。或许这才是大人和小孩子的区别吧。他们更计较得失，而我因着自己莫名的勇气，就敢勇往直前，输得一败涂地也不在乎。北琛，我路过附近，想来上去坐坐。我见你家灯亮了，你在家吧？是未婚妻小姐来了，她人就站在门口。这些讯息，傅北琛是通过电话听到的，而我则是盯着可视门铃的影像看见的。要说傅北琛是做大事的呢，他很淡定地说了好的，随后跟我交代了2句，就去开门了。未婚妻小姐一脸的开心，却在见到我之后打了对折。子阳跟佳佳表白了，佳佳有点懵，我在这儿给孩子吃定心丸。听了傅北琛的话，未婚妻小姐恍然大悟，她笑着走过来，握了握我的手。早就听说黄小姐人美能力强，这要是能做亲戚，可就更好了。她的指甲修得极美又长，扎得我的掌心一阵抽痛。我明白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礼貌地说了几句客套话，我就拿起了包，准备离开。哎呀，坐一会儿再走吗？我正好也有事儿要说，听闻未婚妻有话要讲。傅北琛的神情微微有些变化，那些细微的东西或许这位未来太太感知不到，但是我却一眼就看穿了傅北琛的紧张。这女人身上系着她渴望的未来，绝不能出一点差错。其实我发现自己可能有点点的小状况，嘻嘻。未婚妻一脸娇羞，眼神扫向了我。我好像怀孕了，是错觉吗？这话我怎么觉得她是专门来对我说的呢？空气间有片刻的沉默，接着傅北琛给了回应：明天我不上班，咱们好好去确认下，要真是的话，婚期一定要提前了。他脸上有内敛的喜悦，似乎也在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。我边穿鞋边在心里嗤笑，这2人的戏可真没什么意思。他怕他发现自己有猫腻，他又试图用孩子拴住对方，这俩儿还挺配的。简单的告别后，我潇洒地离开了，留下这俩儿人慢慢演对手戏吧。不知道傅北琛是不是要做爹了，总之他有一段时间没出现在公司了。而我的生活因为傅子阳的加入异常精彩，那些曾经幻想又无法实现的约会场景，他都给我一一兑现了。不得不说，傅子阳绝对是个24孝好男友，人家绝对算是正经的高富帅，一点含糊都没有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超级接地气。那些以前因为傅北琛所学习的技巧，在傅子阳这里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娱乐。我也不喜欢骑马，一颠一颠的，屁股真疼。哎呀，为什么他们喜欢打高尔夫？可不是因为优雅，就是肚子大了，剧烈运动来不了。
谁说男人不喜欢逛街看电影？我是以前没有女朋友，才躲在自己家的影院看赌场而已。在傅子阳身上，既有殷实家底带来的优渥条件，也有普通男孩给予的尊重宠爱。看着一边为我拿包，一边给我刷卡的傅子阳，路人的艳羡我都不知道要收获多少才够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真是何德何能。我跟你说呀，小时候我们也总去澳门，但是我妈不让我爸进赌场，我就一直没去过。后来去加州念大学呀，我们学校离拉斯维加斯可近了，就跟着同学去了。但是真的去了一次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妈是对的。以后有机会咱俩去，就在门口购物就行，里边绝对不进。她将过去事无巨细地对我告知，时刻给我吃着甜蜜蜜的定心丸。可是有一段，她始终没跟我提起，那就是我们上大学的事儿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实在没憋住，开口问了她。没有想象重点遮遮掩掩，傅子阳大方地跟我承认了。是，新生会上我就喜欢你了，当时你唱了我最喜欢的那首歌，给我迷死了。但是我见过你拒绝别人，后来还跟那人保持距离，我就怂了。大四需要社会实践，我就去找我叔叔，让我帮我，也顺便帮你安排下。只可惜他微微地瞄了我一眼，似乎欲言又止。我用眼神鼓励他，示意他说下去。后来我就出国了，然后就没来得及跟你表白。傅子阳眼神中带着遗憾，嘴角的笑似乎有些勉强。原来我在疯狂沉迷于傅北琛的时候，也有另一个人因为错过我而深深遗憾。从傅子阳的身上，我看到了正确的爱恋方式：有勇有谋，坚持底线，把握希望。这样的人，我不舍得让他输。当然了，也是为了让我自己赢，赢一份值得的、靠谱的感情。现在也不晚了，你的追求我很满意。傅子阳的眼神里顿时有了神采，他惊诧地长大了嘴巴。那我摆摆手，示意他没那么容易，只是阶段性成功，同学还需努力呀。可即使是这点点的示好，傅子阳已经高兴得难以自持了。他兴奋地研究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像个得到了最敬重的老师肯定的小朋友。说实话，他的天真真的叫我动容。为了这份天真，我绝对一定要做得更好一点。再次见到傅北琛是一个深夜，他疯狂地叩响我新居的大门，声音大的把邻居都引了出来。你疯了吗？我被迫开了门，他一把就撑开了。傅北琛狠狠地关上了门，他满脸的戾气，虽然没有酒味，我依旧能感觉到他的失控。行啊，学会跑了，是吧？傅子阳也不大方啊，连个公寓都不给你买吗？还是说他发现你不值这个价，及时止损，准备收手了呀？他长腿一伸，整个人压到了沙发上。我冷冷地望着他，心里的情绪从愤怒到失望，逐渐过渡。叔叔，大晚上的，您应该去陪您怀孕的未婚妻。我现在说的是你的事儿，别跟我岔开话题。或许是已经习惯了傅子阳的温润，傅北琛这样的态度，我真的特别不舒服。处在原来那种畸形的爱恋里，我似乎都变成了一个斗。习惯了被压迫、被要求，以至于我都忘记了平等和自由才是人性最高的向往。现如今，我再也不会沉迷于自我感动式的爱情妄想了，因为只有我自己金贵，别人才不会给我看得廉价。我的事儿吗？那好，叔叔您听好了，我和子阳特别好，我真的很感谢您这个媒人，给我介绍了那么善良纯真的一个男孩，我很幸福。我每多夸奖傅子阳一句，傅北琛的脸就黑上一个度。那小子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，把你里里外外都换色了吗？傅北琛的话粗鄙至极，可惜他再也撼动不了我了。他是白的，你是黑的，这就是差别。我自信地仰头，捍卫着我心中最真实的评价。是的，傅北琛的情绪被我对到了顶点，他的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怒火。一想起过去听闻的那些阴暗鬼事，我也有些后怕了。我努力压低情绪，窜到门边，想要送他离开。叔叔，不早了，您还有正事要办，我们都该休息了。黑暗里，
我看着他朝着我走来，我识相地打开了门。临近我身，傅北琛忽然侧过头来：“我是黑的，你就是脏的，因为你早就被我蹭过无数次了。”我的心猛地抽痛，随之而来的是傅北琛爆裂的撕扯。单薄的睡衣被褪去了大半，走廊的过堂冷风直戳心窝。他像只发情的野兽，只想要尽快吞噬掉我。你不是想怀孕吗？好啊，我今天就让你如愿。男人的力量着实太大了，我又害怕被邻居听见，只得奋力抵抗。终于，在傅北琛抽开皮带的空档，我成功从他的身下逃了出来。我已经分不清脸上是热泪还是冷汗了，只知道要疯狂地跑。恍惚间，我撞到了一个人。本以为巨大的冲击力会将我反弹，但是那人紧紧地搂住了我。下一秒，我听到了一个温柔又熟悉的声音：“别怕，是我。”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遗憾。我渴望有人搭救，又无比害怕对方是傅子阳。我肮脏的秘密随着身后追来的傅北琛瞬间破防。肩头上是傅子阳为我披上的牛仔外套，体温混合着他身上淡淡的沐浴香波味，让我惊恐慌乱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。叔叔，这么晚了，您不该在这儿吧？傅子阳率先开了口，语调是我从未听过的，笃定又涵盖着威慑，总之一点也不温柔。怎么说呢？有点像傅北琛平日里与人谈判的模样。那一刻，我超级心安。我知道，即使我们终将分道扬镳，至少此刻他一定能护我周全。呵，身后的傅北琛也有点惊诧了，他似乎没想到傅子阳在这样的场景下还能如此镇定自若。他慢慢走来，似乎想要拍拍我们，化解此时的尴尬。但是傅子阳一个侧身，只是让了路，没有留给他任何碰触的机会。我全程被傅子阳护在怀中，所以没有看到傅北琛的眼神，混合着震惊，夹杂着醋意，还有秘密被识破的窘态。那份精彩只属于那个保护了我的少年，一人独享。傅北琛离开后，傅子阳送我回了房间。他忙着泡红枣茶，又拿来换洗衣裳，还给我讲述了自己来此的缘由。原来前几日他帮我搬家的时候，就觉得这边不太安全。他心里更想我去住他市中心的公寓，但是又怕我拒绝，就没敢提。但是他一一记下了我邻居的微信，还发了大红包给人家，只为遇到不好的事儿可以及时得知。做到这样的用心，偶像剧男主也不过如此吧。无奈的是，他选来选去，还是选了个次品。这边不能住了，听话今晚去我那儿吧。心里已经没脸答应了，可是我还是贪恋这份难得的温柔。我点了点头，跟着他离开了。回到了傅子阳的公寓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他整理好床铺，告诉我可以睡了。全程没问过我一句关于傅北琛的事。他越是如此，我心里就越难受。终于，就在他起身要走的时候，我紧紧地搂住了他。别回头，看着你的脸，那些话我真的说不出口。傅子阳的大掌盖上了我逐渐回温的小手儿，似乎也给了我些许勇气。我靠着他年轻又厚实的背脊，将自己这段荒唐又无疾而终的单恋全部和盘托出，甚至于自己和他最初的重逢相遇，也讲了个清楚明白。其实这些我早就知道了。他转过身，捧着我惊讶的小脸儿，笑着说道：“本来我没打算出国读研究生，但是有天我看见你秒发秒删的一条朋友圈，知道你和叔叔在一起了，我才走的。我本以为自己才是带着秘密的那一个，殊不知傅子阳的心底藏着更多早已被我忽略的真相。”他见我还有些疑惑，拿出了那张截图，那是我拍的第一张，也是唯一一张和傅北琛有关系的照片。记得那天他教我成了女人，我拍摄了他家的床单，以及他在睡梦中依旧拉着我的那只手。当然了，发完就后悔了，立刻秒删。好在是深夜发的，第二天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，除了一夜未眠的傅子阳。我划过这张照片，才发现其实我看的只是整个相册里的冰山一角。这个相册里远不止一张，
而是我所有朋友圈的截图。我早就把你设置成星标朋友了，你每一条朋友圈我都留着呢。隔着15个小时的时差，依旧有人关注着我的每一个动向。即使到了美国，我以为我会断掉这习惯，没想到我更严重了。捏着手机的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或许是替他不值，又或许是替自己的眼拙遗憾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要就此结束的时候，傅子阳给了我更大的惊喜。黄佳美，你知道吗？你选人的眼光特差，我叔叔那样的社会老油条，哪里有我好？傅子阳拉起我的手，压在自己的胸口，不像我，从喜欢到深爱，从来都是一个人。他的唇终于覆盖到我的脸上，吻干了我的泪痕。我爱上的对象叫黄佳美，比你选的傅北琛强10000倍，你承认吧？男人的目光中有依恋，更多的是鼓励和坚毅。他彻底打动了我，只用了片刻，我真的怔住了。2个月后，花掉了新工作得来的第1份工资，我美美的出了门，拒绝了傅子阳上门来接的要求，我决定独自前往。最近的我换了工作，也准备开始考驾照。我已经彻底删除了与傅北琛最后的联系，真真正正的准备开始新生活了。到了傅家，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大门口等候的傅子阳。他一发现我，立刻就跑了过来。都不让你买东西，怎么还花钱？他又心疼又责备，接过我手上的礼物。第一次来，空手真的不好。其实礼物不值几个钱，但是确实是我用了心准备的。当年和傅北琛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学了不少知识技能。我知道他们傅家人祖上就是文人贤士，所以特别憧憬传统文化。小的时候，我学过一点点雕钻，弄个小印章还不成问题。之前我努力搜寻了一对印章石，想要刻上我和他的名字，做个隐秘的纪念。只可惜，才做个傅字，我们便发生了那么多的事。现在好了，我正好借花献佛了。傅子阳的父母虽说出身富贵，可人客气得很。他们接到我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当场就找了印章试印。我能感受到他们是真的喜欢。傅太太拉着我聊了好久，又问了我好多的问题，直到女佣说傅北琛也回来了，这才作罢。在餐桌上，我看见了肚子瘪瘪的未婚妻，以及故作淡定的傅北琛。他似乎是有意无意的，总是要把话题引到我和傅子阳的身上。他说自己的婚礼，又打听我的喜好，他讲和岳父岳母的相处，又不断把玩我送给兄嫂的礼物。他告诉我们他和未婚妻一切顺利，接着就开始盘问我和傅子阳未来的打算。叔叔，以前我觉得你比我爸潇洒多了，怎么现在也变成个絮叨的老头了？傅北琛是1973年生人，还不到50，加之他保养得好，顶多算个大叔。这冷不丁的被侄子叫个老头，他那脸色一下子就垮了。还是傅子阳的爸爸出面打了个圆场。哎，臭小子，你叔叔要是老头，那我不成老太爷了？谁说的？您是我爸爸，永远也就是差那一半。傅子阳夸张地比划着，把我们都逗笑了。除了傅北琛。饭后，傅子阳郑重其事地宣告了我和他的事，言明了彼此都是以结婚为前提在认真交往的。爸妈，虽然还没到见家长的地步，但是我们确实是很认真的。傅太太笑了，傅先生则是一顿轻咳。这臭小子，这厚脸皮可不随我呀！什么意思？不随你随我呀？傅子阳立刻起身，追出去哄自己的父母。未婚妻则去了洗手间，大厅里顿时只留下了我和傅北琛。一种尴尬的气氛袭来，我本能的就想离开。傅北琛也跟了过来，但是毕竟是在他家，他的行为还是很克制的。你和子阳确定了吗？我能看到他猩红的眼眶，里边也不舍和疲惫。这曾经真的是我渴望的，现如今我只是觉得有些麻烦。我笑着点头，击碎了傅北琛最后的心理防线。求求你，给我点时间，佳佳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傅北琛的手死命地握着，企图在表露情感的同时，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同他彻底和解了。我曾经犯过错，
但是他始终是个病人。他或许爱过，占有过，但是他从始至终对于感情都无法自如。他被狭隘的欲望钳制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笑了，为自己心底的释然。我们真的不可能了，叔叔。傅北琛的眼中有着巨大的悲伤，眼神瞬间空洞。他的手机疯狂地响着，他只扫了一眼就按断了。我听出来了，他换了铃音，是我给傅子阳唱过的那首我最喜欢的歌 ，James Blunt 的1973。傅北琛正是1973年生人，今年刚好48岁了。他是一个跟我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真正的大叔了。当时我执拗地把傅北琛当作我命定的缘分，也是因为这可笑的巧合。现如今我真的长大了，叔叔，这铃音不太适合你。不知何时，傅子阳出现在了我的身边，我同他相视而笑，我的手也自然地回挽住他。还有，我小婶似乎在找你呢。傅北琛的电话频繁地响，他越发的烦躁不堪。最后，他还是放弃了挣扎，摇着头准备离开。经过傅子阳的身边，我能感觉到傅北琛明显的停顿了一下。果不其然，傅子阳扭过头，眸色阴冷。叔叔，今后请您做事有度，不要再骚扰我的女朋友了，否则您背着小婶家做的那些脏事，我可就不给您兜着了。傅北琛没回头，只是狠狠地甩开了侄子的手。他离开的背影里有着我从未看过的挫败感。望着身边的男人，我有一种神奇的预感，有些爱恋已经落幕，有些人的时代似乎也真的要终结了。而我身边的男人真的太赞了。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，感谢收看。